今天我们要聊聊一场震惊全球的突袭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在短短2小时出头的时间内，就瘫痪了由北京提供的防空神盾系统，活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夫妇。这场行动让许多人背脊发凉，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他们万万没想到美军竟能如此迅速、如此果决地推翻一个与中俄交好的政权。一边是川普洋洋得意地晒出马杜洛被俘的照片，宣称这是一次精彩的行动；另一边，中国刚派出的特使团前脚和马杜洛高调会晤称兄道弟，后脚他就成了美军的阶下囚，让北京的颜面尽失。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美军是如何在2小时20分内瘫痪委内瑞拉全境防御，生擒一国元首？这场突袭对国际局势意味着什么？我们将深入探讨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对中俄乃至整个世界的冲击。首先，我们还原这场代号绝对决心行动的突袭经过。当地时间1月3日凌晨约2点，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夜空突然炸亮，多团火光，巨大的爆炸声接连响起，拉开了美军奇袭的序幕。早在黑夜降临前，美国5大兵种的部队已经各就各位，空军派出了包含 F-22 隐形战机、F-35 隐形战机、FA-18 战机在内的先进机群，还有 B-1枪骑兵战略轰炸机呼啸升空。海军和陆战队则调集了多架武装直升机，其中包括隶属特种作战航空团的 CH-47 支奴干重型直升机编队贴地飞行，悄然临近加拉加斯。陆军方面，王牌三角洲特种部队队员全副武装，搭乘直升机准备进行斩首突击，而太空军与网络战部队也在幕后就绪，准备进行电子战和情报支援。短短几分钟内，加拉加斯以及邻近的米兰达州、阿拉瓜州、拉瓜伊拉州等多处要地皆传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巨响。美军的多波次精确打击开始了。首波攻击针对的是委内瑞拉的防空雷达与指挥系统，空军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发动强力电子干扰，压制了委内瑞拉引进的中国制反隐身雷达和防空网络。顿时，委内瑞拉引以为傲的早期预警系统北京神盾彻底失效。这套中国提供的防空雷达与导弹整合系统本号称能够探测隐形战机，可此刻在美军电子战攻势下形同虚设，被瞬间致盲瘫痪。防空雷达看不见目标，地面的重型防空导弹和高射炮犹如瞎子拿着枪，美军战机则如入无人之境。紧接着，美军数以百计的战机撕裂夜空，对关键目标展开精确轰炸。首都加拉加斯的军事重地首当其冲，位于市中心的国防部大楼被投下精确制导炸弹，数秒后火光冲天。附近的总统府周边也传出巨大爆炸，守军仓促拉响防空警报，但为时已晚。在港口城市拉瓜伊拉，美军战机摧毁了委内瑞拉海军的主力舰艇和港口设施。在蒂乌纳的卡洛塔空军基地，停放的战机和地面雷达站被一扫而空。可以想见，黑夜中整座加拉加斯城犹如战争电影现场，一团团火球在城市上空炸开，惊醒了无数居民。有当地人描述，我们在凌晨2点被巨响震醒，窗户玻璃都被震碎了，看到远处南方不停有火光闪烁，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之久。期间整个加拉加斯多处地区陷入大范围停电，城市一片漆黑，只能看见爆炸的闪光此起彼落。而由于防空体系已瘫痪，委内瑞拉空军的少数战机无从起飞抵抗，地面部队也失去了空中掩护。短短1小时左右的空袭过后，马杜洛政权的核心军事力量已近乎被摧毁殆尽。这种以电子战开路、隐形战机突击的打法，再次向世人展示了美军先发制人、快速瘫痪敌军直管房的超强实力。对北京而言，更刺眼的是，委内瑞拉花重金购买自诩为国土神盾的中国军事雷达与防空系统，竟如此轻易就被抹杀作用，没有掀起半点浪花。可以说，美军只用了2.2小时就攻破了中国精心打造的防御之墙。这不仅让委内瑞拉军队措手不及，
也让远在北京的军方高层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连他们引以为豪的反隐身雷达和防空导弹都挡不住美军，那中国本身的防空体系面对美国隐形机群时，又是否真的可靠？当防空火网哑火，陆上重装部队失去掩护时，美军的斩首行动便箭在弦上。很快，在空袭进行的同时，几架没有开启航行灯的 CH-47 直升机低空掠过城市上空，朝总统官邸加拉加斯著名的观花宫方向飞去。直升机上搭载的正是美军三角洲特种部队精英。这支部队曾在2019年参与突袭斩杀 IS 领袖巴格达迪，如今他们奉命远赴南美执行另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直升机悬停在总统府上空，特种部队队员索绳而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官邸。当时马杜洛总统夫妇正在熟睡，惊醒后一片慌乱，总统卫队匆忙迎战。观花宫内枪声大作，火光四射，走廊和庭院里爆发激烈交火。一名美军三角洲队员后来描述当时情景：总统卫队火力顽强，但我们利用夜视装备和震撼弹迅速压制了他们。据了解，马杜洛闻讯试图逃生，一度慌不择路地奔向官邸后方的一座所谓钢铁城堡地下密室躲避。然而特种部队早有准备，几名队员绕到密室入口，在马杜洛钻入前及时将其扑倒制服。他的妻子弗洛雷斯也一同被控制，两人甚至还未弄清发生了什么，就已经双手被反绑，眼罩被套上。短短几分钟内，曾不可一世的马杜洛总统夫妇变成了美军的俘虏。行动指挥官透过无线电传回代号讯息 Jackpot 中奖，确认目标已擒获。整个行动从开始空袭到特种部队压着马杜洛撤离，前后仅历时2小时20分。美军几乎是快、狠、准地达成了任务目标。更惊人的是，这场大规模联合打击行动没有造成任何美军伤亡。川普事后宣布，美军无一人阵亡或受伤，可谓零损失，大获全胜。反观委内瑞拉方面，虽然官方尚未公布伤亡数字，但根据各方报道推测，至少有数十名军人和警卫在空袭与交火中丧生，关键设施遭破坏殆尽。由于攻击主要选在夜间军事目标，避免了平民大量伤亡，但震惊和恐惧已经笼罩整个国家。对委内瑞拉人民而言，一夜之间政权易手，首都燃烧，无疑是一场21世纪罕见的巨变。消息传出后，川普总统随即在美东时间1月3日凌晨，透过社群媒体高调宣布了这一重大胜利。他在自己的账号中写道：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行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及其夫人已被我们抓获，言语之间难掩兴奋与自豪。紧接着，在华盛顿白宫，川普召开紧急国家安全会议并坐镇战情室的照片也被公开。照片中，川普总统神情严肃又带着微笑，站在巨大电子地图前，身旁是国防部长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等高级官员。这些照片仿佛复制了当年抓捕萨达姆、击毙宾拉登时美方公布的经典画面，强烈暗示美国又完成了一次斩首行动。川普随后接受《纽约时报》电话采访时，更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一切归功于周密的计划、精锐的部队和优秀的人员，这真是一场精彩的行动。语气中充满了对美军的赞赏和对自身决策的满意。他还透露，早在行动开始前几天，他就已秘密批准军方着手准备对委内瑞拉的地面打击方案。可见这次突袭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有预谋的精心布局。美国官方也迅速从法律和外交角度为此次行动给出理由。美国司法部长邦迪 Pam Bondi 在社群媒体发声称，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已经正式起诉马杜洛夫妇，指控他们犯有毒品恐怖主义阴谋罪、可卡因走私阴谋罪以及对美国使用破坏性装置的阴谋罪等多项罪名。邦迪强调，马杜洛将很快在美国法庭接受审判，为其罪行负责。事实上，早在2020年3月，美国司法部就以毒品贩运和腐败等罪名起诉了马杜洛，指控他与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 FARC 勾结贩卖数百吨可卡因入境美国，并悬赏5000万美元缉拿他归案。川普上任后更进一步，于2025年11月
将委内瑞拉执政高层组成的太阳卡特尔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认定马杜洛就是该跨国毒品恐怖集团的首脑，公开将赏金提高到5000万美金。因此，从美国立场看，逮捕马杜洛不仅是反恐和禁毒行动，也是执行美国法律的正当行为。川普政府更主张马杜洛政权严重侵犯人权，破坏民主。马杜洛自2013年接掌总统以来，连任多次却屡遭选举舞弊指控。2024年，他宣称胜选连任时爆发大规模示威，国际人权团体揭露他透过逮捕、酷刑、失踪甚至谋杀反对者来维持统治。川普政府因此将马杜洛描绘成残暴的独裁者和毒枭头子。此次武力抓捕他，某种程度上也宣称是替委内瑞拉人民解放暴政。在行动结束后数小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立即在安理会为此辩护，称马杜洛是危害区域和平的毒枭恐怖分子，美国的行动是为了保护美洲大陆的安全和民主。川普本人则更直接地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人民现在终于有机会重获自由，美国将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实现安全的过渡。这番话透露出美国打算深度介入委内瑞拉未来的政治重建，甚至直接掌控该国的过渡进程和资源。川普随后还提到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资源，暗示只要新政府上台恢复民主，美国企业和全球市场都将受益于该国石油产量的提高。有评论认为，川普此举一方面是在自诩伸张正义，另一方面也在向国内外宣示，美国重新主导西半球事务的时代回来了。然而，无论川普如何辩解，美军突袭活捉马杜洛这件事在国际上引发的震撼与争议是巨大的。毕竟，这几乎是冷战后前所未见的超大规模针对他国现任元首的武装行动，严重冲击了现行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尤其令中国大陆震惊的是，这场行动发生的太过突然，甚至就在前一天，北京的特使团才在加拉加斯与马杜洛高调会面，强调中委两国的兄弟情谊和坚若磐石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和委内瑞拉长期交好，马杜洛政权更是北京在拉美少数的铁杆盟友之一。习近平主席曾多次接见马杜洛，双方不断宣誓要加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在2025年5月，马杜洛还亲赴莫斯科出席二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与习近平热情会晤，两人握手寒暄的画面当时在官媒大肆宣传。习近平称中委友谊是铁杆友谊，马杜洛也盛赞中国是伟大的朋友。可是谁能料到，不到1年后，美军的炮火就让这段友情颜面无存。东方有句古话，刚叙完友情，转眼变敌情。此刻用在马杜洛和中国特使身上再贴切不过。据报道，1月2日，习近平派出的特使，中国政府拉美事务代表团刚在加拉加斯与马杜洛会谈，双方在总统府把酒言欢。马杜洛公开表示，委内瑞拉与中国是有着兄弟情谊的战略伙伴。中国特使团团长邱小琪也转达了北京对马杜洛政府的坚定支持。然而仅仅几小时之后，美军的导弹就从天而降，马杜洛在狼狈逃命中被美军逮捕。这戏剧性的转折让北京大为错愕，等于是当众被打了一记耳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即于第一时间发表严正声明，措辞异常强烈。中方对美方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动用武力，并对该国总统大打出手深感震惊，予以强烈谴责。美方这种霸权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中方并敦促美方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立即停止侵犯别国主权安全的行为。可以说，中国政府用了几乎最严厉的外交语言来谴责美国，足见其愤怒与震惊。除了发表抗议外交声明外，北京还火速采取了实际行动，保护自身利益。中国外交部和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在消息传出后，立刻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和机构加强安全防范，近期暂勿前往委内瑞拉，已在当地者非必要不外出，务必远离冲突地区。同时，中国驻加拉加斯使馆据报已组织侨民紧急撤离或转移到安全地带，以防局势进一步恶化。毕竟，美军空袭导致当地社会动荡，反美情绪和民族主义可能高涨，
中资企业和华人社区担心会成为报复目标。更重要的是，北京开始焦急盘算这次变局对自身经济战略的打击。截至2025年底，中国过去10几年通过石油换贷款模式，累计向委内瑞拉提供了约60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该国能源、基础建设等领域。委内瑞拉因此成为中国在拉美最大债务国之一。马杜罗政府经济每况愈下，其实早就无力偿还全部贷款，北京不得不多次展期宽限，甚至默许部分债务无限期延期。中国本以为只要马杜罗政权稳住，债权还算有保障，至少石油供应可继续抵债。然而现在马杜罗垮台，一个亲美的新政权很可能上台，那中国此前的大量贷款与投资岂不面临血本无归的风险？可以想见，北京高层对此忧心如焚。如果新政府倒向美国，与中方签订的那些资源协议和基建合同很可能被终止或重新谈判，几十年心血瞬间化为乌有。更讽刺的是，就在事发前不久，中国国内一些亲官方的学者与媒体还将马杜罗视作对抗美国霸权的英雄，甚至称赞他为了防范美国监听改用华为手机，号召其他国家学马杜罗捍卫国家安全。然而如今看来，再先进的通讯设备也无济于事，美军的直升机直接飞进了他的总统府，这不仅让那番吹捧言论显得极为尴尬，也让北京体会到自己在情报与科技实力上与美军的巨大差距。短短 2.2 小时，美国人就让中国多年经营的委内瑞拉桥头堡化为灰烬。难怪许多大陆网友感叹，这一巴掌打得北京脸都肿了。与此同时，马杜罗政权另一大靠山俄罗斯也对此暴跳如雷。莫斯科与加拉加斯的盟议可追溯至前总统扎维斯时代。长期以来，俄罗斯在委内瑞拉投入了大量军事和经济资源，俄罗斯公司参与该国石油开采，还向委内瑞拉出售战机、坦克、防空导弹等武器，并派驻军事顾问。马杜罗更被视作克里姆林宫在美国后院牵制华盛顿的一张重要棋子。然而，川普这次闪电行动几乎等于在俄罗斯眼皮底下抢走了这张棋子。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立即出面强烈谴责美方行为，称之为对主权国家豁免权的公然践踏，要求美国立刻释放马杜罗。俄罗斯外交部更在数小时内连发数份声明，措辞一份比一份严厉。俄外交部表示，对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因美国侵略行动被强行带离本国的报道，俄方感到极度震惊，要求美国对此事作出澄清，若消息属实，则构成对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不可接受的侵犯。俄方强烈敦促美国立即释放马杜罗，停止一切侵略行为。不难看出，莫斯科在外交上用了罕见的强硬措辞，显示其愤怒程度。然而，除了抗议，俄罗斯能有实质行动吗？目前看难度很大，因为就在这同一时刻，俄罗斯自己正深陷乌克兰战争的泥淖，军力和资源焦头烂额，鞭长莫及，更遑论要为半个地球外的盟友出头。美军突袭发生时，俄军舰队甚至没有任何足以干预的部署，因此这份愤怒更多是象征性的。可是愤怒之外还有含义。对克里姆林宫而言，这起事件意味着美国依然有能力在几乎不动声色间拔除俄罗斯的海外影响力据点。如果今天马杜罗被掠走，明天会不会轮到其他俄盟友？甚至这是否预示着一个更强硬的美国将直接与俄在全球角力？这些问题都让普丁背脊发凉。除了中俄两国，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对美国这次斩首式干预也充满了震惊和恐惧。哥伦比亚总统彼得罗是第一个站出来高声示警的拉美领导人。他在美军袭击开始没多久，就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向全世界发出警报：委内瑞拉遭到袭击，美国正在发射飞弹轰炸委内瑞拉。彼得罗不仅谴责美国行动，也呼吁美洲国家组织 OAS 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美国对委内瑞拉的侵略行为。身为邻国领导人，哥伦比亚总统的反应之所以如此激烈，除了意识形态上他本人是左翼，与马杜罗交好外，还因为哥伦比亚担心战火波及边境和难民涌入。巴西总统卢拉同样出面强烈谴责，表示美国的行径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
在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这是让世界迈向暴力、混乱与动荡的第一步。作为拉美地区重量级国家，巴西的表态反映了很多拉美国家的担忧。美国此举一旦开了头，未来是否会仿效过去，肆无忌惮地干涉任何一个拉美政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则声色俱厉地说，我们这块拉丁美洲的和平之地正遭受残酷攻击，这是针对勇敢的委内瑞拉人民和我们整个美洲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古巴作为长期受到美国制裁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此更是感同身受，深恐自己也成为下一个目标。事实上，还有北韩、伊朗等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也纷纷发声谴责。北韩官方媒体痛批，这是最严重形式的主权侵犯，粗暴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伊朗外交部则称，此举是对一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攻击。就连许多美国的盟友此刻也对华盛顿投来质疑和警惕的目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表示，对委内瑞拉局势升级深感震惊，警告美国此举可能对地区产生令人担忧的影响。欧盟方面，高级外交与安全政策代表由于人事更替，推测为爱沙尼亚前总理卡拉斯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后，在社群媒体上发文强调，无论如何必须尊重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我们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这等于对美方提出婉转批评。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也在接受访问时澄清，英国在此次行动中没有任何参与，同时强调所有人都应遵守国际法。英国作为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首相特地撇清关系，显示出这次川普的单边武力行径，连英法等传统盟国都感到措手不及，甚至不满。在国际媒体上，针对川普的讽刺声浪也出现了。法新社以川普自封和平总统，却对委内瑞拉发射飞弹为题，指出川普回任总统后曾夸口要当和平的缔造者，甚至吹嘘自己因结束了8场战争而值得拿诺贝尔和平奖。讽刺的是，他现在却如此热衷开战，热情程度令人侧目。在美国国内，这次突袭同样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政治地震。无可否认，很多保守派人士和反共人士为川普的强硬手腕欢呼，认为他再次让世界敬畏美国。有部分民众和拉美裔伪籍流亡者在迈阿密上街庆祝，挥舞美国和委内瑞拉救国旗，这是推翻独裁的正义之举。但同时，国会两党都有不少议员对此提出强烈质疑。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公开发文质问，在没有宣战或获得国会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此次行动的宪法依据是什么？按照美国宪法，对别国动武一般需国会批准或正式宣战，而川普显然绕过了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布莱恩·沙茨则抨击说，美国在委内瑞拉没有任何重大的国家利益可以作为开战借口，我们早该吸取教训，不要再陷入愚蠢的冒险。甚至某些一向反共的共和党议员也担心这是否会演变成美军长期陷入拉美泥潭的开始。他们回想起历史上几次类似的干预，如1980年代的贝鲁特、2000年代的巴格达，美军初期胜利后却陷入漫长战争。有评论指出，这次攻击虽然成功抓住了马杜洛，但委内瑞拉局势走向不明。如果当地陷入权力真空和内战，美国可能不得不投入更多兵力维稳，甚至沦为持久占领，这将付出高昂代价。因此，华府内部对川普的单边决策存在隐忧，他是否考虑了后果？然而，川普政府强硬派反驳这些批评，国务卿卢比奥和国安顾问等人声称，迅速斩首恶棍，不会像伊拉克那样陷入泥淖。他们认为委内瑞拉军队已土崩瓦解，人民会欢迎美国介入，因此不会有大规模抵抗。而且美国不打算长期占领，而是扶持委内瑞拉反对派建立新政府，很快就能撤军。到底委内瑞拉未来会朝哪个方向走，目前还是个巨大的问号。就在川普宣布马杜洛被抓的几小时后，委内瑞拉国内局势一度陷入混乱，马杜洛政府的高官们作鸟兽散，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按宪法本应临时接掌权力，但也不知所踪。委内瑞拉政府在空袭发生当天凌晨发布公告，强烈谴责美国的极其严重的侵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号召人民立刻拿起武器，击败帝国主义侵略。国防部长帕德里诺·洛佩斯随后透过全国电视发表讲话，怒斥美国的袭击卑鄙懦弱，要求全国避免陷入混乱无政府状态，呼吁所有爱国力量建立统一战线，对抗美国史上最严重的侵略。可以想见，对许多忠于扎维斯·马杜洛路线的军人和平民而言，美国的入侵唤起了民族主义激情，他们可能并不愿意束手就范。委内瑞拉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更立即致函安理会，控告美国发动残暴、无理且单方面的武装侵略，提出4项紧急诉求。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开会讨论，强烈谴责美国对委内瑞拉人民及政府的武装侵略，要求美军立即停止一切攻击，以及采取措施让美国政府为其侵略罪行负责。这些举动表明，马杜洛的支持者们并不打算就此认输。然而现实非常残酷，马杜洛作为最高领袖已被掠走，政府指挥链条断裂，全国处于极度震惊之中。在美军压倒性武力威慑下，委内瑞拉军警多数单位选择观望，甚至放下武器，以免招致更大伤亡。CNN 报道称，几名流亡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如前议长胡安·瓜伊多等，在消息传出后一开始相当谨慎，表示在资讯最终确认前不予置评。他们可能是担心此事有变数，不敢贸然高兴过早。然而当马杜洛已确认身在美国手中，局势明朗后，反对派阵营很快动起来。流亡美国的反对派人士呼吁支持者保持冷静，等待国际社会介入安排过渡政权。而留在委内瑞拉国内的反对派成员则开始联络残存的军官和地方官员，试图组建临时政府。一天之内，委内瑞拉政坛似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曾经自称临时总统的瓜伊多，在沉寂多年后，此刻重新活跃起来，被一些反对派推举为临时过渡领袖的人选之一。不过也有反对派元老认为瓜伊多声望已经不足，转而支持由国民议会推举一个过渡委员会集体执政。无论如何，在美军干预下，委内瑞拉长达20多年的扎维斯·马杜洛时代正式宣告终结，一个新的权力版图正在酝酿。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举让许多国际关系专家联想到过去几次知名的抓领袖行动，特别是1989年老布什总统入侵巴拿马抓捕将军诺列加，以及2003年美军在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后逮捕萨达姆的事件。这2起历史行动都有相似之处，目标都是被美国视为麻烦制造者的他国元首，背后都有美国国内法律或国际罪名。诺列加也是涉毒，萨达姆则有人权暴行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疑云来作为正当化依据。美军都是经过周密计划发动，突然打击，很快就俘虏了对方。但后续走向却一喜一忧。巴拿马的诺列加被抓后，巴拿马很快恢复平静，重建了民选政府。诺列加本人被引渡到美国受审入狱，虽然侵略合法性有争议，但巴拿马局势总体稳定下来。而伊拉克的萨达姆被抓后，伊拉克却陷入多年动乱内战，甚至催生了后来的 ISIS 等极端组织，教训极为惨痛。那么这次委内瑞拉会是哪种结局？川普及其幕僚坚称情况更类似巴拿马而非伊拉克，因为委内瑞拉人民渴望民主，美国并无意长留。但是也有不少分析人士担忧，委内瑞拉军方和基层查韦斯派支持者仍掌握武装，他们未必甘心投降。美国一走，很可能陷入内战，甚至全面崩溃。特别是委国境内还有许多来自古巴的安全顾问和情报人员，以及疑似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的活动。美军走后，他们可能组织地下抵抗，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观察，马杜洛被擒只是巨变的开端，而不是终局。联合国安理会将就此召开紧急会议，但由于美国拥有否决权，预料安理会难以采取实质行动。区域方面，美洲国家组织内部分歧严重，一些右翼政府或许暗自欢迎马杜洛下台，但面对如此赤裸的美军行动，又不得不谴责违反主权，以安抚本国民意。更引发长远讨论的是，美国这次做法是否会成为大国博弈新常态，也就是说，一个大国可以不经多边授权，就武力解除另一个大国盟友的政权。
这种先例一开，国际规则将更趋弱肉强食。对比之下，俄罗斯诉诸武力干涉邻国乌克兰和美国武力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其实在性质上都一样令中立国家心惊。各国领袖不禁要问，未来还有谁的政权是安全的？其中亚洲的台海局势也被拉出来比较，有观点担心中国可能会拿美国这次突袭做文章，来为其武统台湾找借口。毕竟北京常称台湾问题是内政，但如果连不属于美国的委内瑞拉美国都能动手，那中国是否会宣称效法美国，对所谓领土范围内其实是邻国的叛乱政权采取行动？美国国会有议员就忧心地表示，中国可能会借题发挥，指责美国双重标准，甚至以此为幌子，更大胆地恐吓台湾。然而，也有前美国官员出面反对，把委内瑞拉事件类比台海。他们认为台湾和委内瑞拉性质完全不同，台湾是美国承认的民主政体和盟友，美国有法律《台湾关系法》，义务协助防卫，和委内瑞拉独裁政权不可同日而语。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主任何瑞恩就公开建议，勿把马杜洛遭擒事件与台海局势相提并论。他担心这种类比可能混淆视听，甚至限制美国维护台海和平与支持盟友的能力与意愿。这场争论显示出，美国此次行动对全球外交格局都产生了连锁反应，各国都在琢磨其战略含义。结局如何？目前马杜洛夫妇已被快速移送至美国本土，据称很可能在2026年1月5日左右在纽约联邦法院首次出庭受审。如果罪名成立，现年60多岁的马杜洛将面临终身监禁甚至其他刑罚的可能。而在委内瑞拉国内，短期内必然经历一段动荡的过渡期。支持马杜洛的势力是否会展开游击抵抗？美军会在当地驻留多久，以确保新政府稳定？美国扶持的临时当局能否掌控全国，举行自由公正的新选举？这些问题都有待观察。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和平解决，但和平还能选择吗？毕竟第一枪已经打响，潘朵拉盒子已被打开。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的这次南美突袭为21世纪20年代的地缘政治开了个震撼的头。中俄等国如今背脊发凉，是因为他们感受到霸权的铁拳再次临近。如果说2025年之前，世界还沉浸在美国实力衰退、多边主义高涨的幻象中，那么2026年年初发生的这 2.2 小时，就如当头棒喝，让各国重新认识到赤裸裸的力量对比才是最终的仲裁者。最后，我们不妨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起事件。川普的强势出手，无疑宣告了门罗主义幽灵的复活。美国再度以不可挑战的方式宣示对西半球的主宰权。在华盛顿，看似尘封的冷战剧本又翻开了一页；在北京和莫斯科，人们则重新嗅到了大国对抗的冷冽气息。一夜之间，地缘政治的温度降到了冰点，各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也许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教训是，发展盟友关系不能只靠经济拉拢，还必须考虑到盟友的安全风险和自身军事力量的投射能力。当美国展现出如此决断且高技术的军事行动时，中国在拉美苦心经营多年的影响力显得不堪一击。这将迫使北京反思未来如何保护海外利益，如何应对美方类似行动。在俄罗斯方面，普丁政府也会担心美国是否会借此鼓舞士气，在其他地区对俄盟友下手，或者更坚定地支持乌克兰战场，甚至对俄本身施加更直接的压力。可以预见，中俄两国接下来会加强战略协作，共同声讨美国的行为，希望通过外交途径遏制美国的任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次行动所展示的高效胜利，也可能对中俄形成下阻。当他们看见美军如此迅捷地拔除一个政权，或许会更加谨慎，不敢轻易在国际舞台上直接与美军硬碰。对全球许多中小国家来说，这件事则犹如一记警钟。冷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规范正在被大国动摇，未来靠国际法保护主权可能变得更加脆弱。每个国家都需要未雨绸缪，在夹缝中寻求生存之道，有的可能加速军备发展寻求自保，有的则干脆选边站队，以免成为下一颗弃子。
世界似乎又走到了新的历史转折点。一位外交评论家感叹，历史有时会突然加速。2026年1月的这几个小时，就是那种让历史提速的时刻。回顾当天，加拉加斯上空升起的蘑菇状火光，华府战情室里川普满意的笑容，北京与莫斯科措手不及的震怒声明，一切都仿佛电影剧本般魔幻而真实。我们正见证着超级大国博弈的新篇章，接下来会怎样？马杜罗的命运看似尘埃落定，但委内瑞拉的未来还充满问号。美国暂时赢得先机，但能否收获一个和平民主的委内瑞拉，还要看接下来的运作。而中俄在受挫后会如何反击或调整策略，也将决定未来国际格局的走向。我们只能希望，在这场大国角力的风暴中，无辜的委内瑞拉人民最终能得到安定和平的生活，只是不知他们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总之，川普狂炸委内瑞拉 2.2 小时瘫痪北京神盾并活捉马杜洛的事件，无疑将作为历史上一个重大里程碑被载入史册。他提醒世人，国际政治从来不乏惊奇与险象，美国依然握有能在瞬息之间改变他国命运的力量，而这股力量的展示让许多对手为之战栗。未来的日子里，中俄等国会更加戒慎，拉美局势也将重新洗牌，世界是否会因此更加动荡，亦或某种新的力量平衡会因此形成，现在下结论言之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短短2个多小时的夜袭已经让2026年的新年伊始变得不同寻常。我们正站在历史转折的门槛上，屏息等待下一幕剧情的展开，希望理智与克制最终能占上风，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事件不至于演变成撕裂世界的序曲。毕竟，战争与和平只在一念之间，而这一次，美国点燃的火光所投射的阴影将久久地笼罩在国际政坛之上。